爸爸，美国最新的 CPI 公布了之后，股价马上下跌啊，我应该怎么办呢？你有没有听过市场有效论啊？我听过啊。市场有效论就是当这个新闻或者是消息出来之后，一定会是马上反映在股价里面。所以当你听到一个新闻之后再去行动，已经是没有利益空间的。但是市场不是永远有效的。那如果我们看回昨天的美股指数的话，其实是在 CPI 公布之后马上有反应，当然之后还有日常的波动，市场还会再微调怎么去解读这个 CPI， 包括推测美联储之后会不会降息。那我们看到市场最新的对美联储3月份降息的可能性是减少了，所以市场也做出了相对的反应，而这个反应是相当快的。所以当我们看到新闻或者我们在分析之后去采取行动，其实这个行动并不一定会给我们带来额外的收益，相反反而会导致过分频密的买卖，而每一次的交易产生的费用是必然的。所以很多的调研看到短炒或者高频率的买卖到最后是跑输给长线投资者的。那美股为什么会调整呢？除了刚才所说市场降低了他们预期美联储3月份会降息的那个可能性之外，也是因为事先市场是过度的乐观了。其实我们看到美联储鲍威尔每一次出来讲话并没有那么鸽派，但是每一次市场好像都是非常的乐观。自从去年10月份之后，整个市场就在憧憬美联储会降息，所以美股一直渐的往上涨。所以我们看到过去几个月美股是在这么多年内最乐观，涨得最多的。那到现在也要调整一下也是正常的。经常有个比喻，经济就像一个主人，而股票市场就像一只狗，有时候这只狗会走在主人的前面，有时候会走在这个主人的后面，但是走了太远了，这只狗又会跑回到主人的身边。那之前美股涨了这么多，可能是过分的乐观，只看降息好的一边，再叠加美股的经济又不是那么差，所以两个好的因素使到美股市场是过度的乐观了。那现在看到原来经济好就代表通胀高，而降息的可能降低，这样的话也是一个对冲，所以美股一个调整也是正常的。调整反而是带来机会，给我们有机会看看哪些优秀的行业和快速成长的股票，他们之前价格可能涨了很多，如果回调的话找到支持位，反而是一个让我们买回来的好的机会。就像 Rich， 我知道你之前有好几只股票涨了很多之后，你都有卖掉一点获利离场，那如果回调到支持位的话，你会不会加仓呢？那这个当然也要跟随着我们的系统选股5部曲的第4和第5步，到底什么时候买什么时候卖，其实也是要看技术分析的。如果这个股票回调了之后有出现一些买入信号的话，那我可能会选择买入。其实很多人买股票犯一个错误，就是看着股价去做买卖。正确的方法是要用技术分析来等待买入或者卖出的信号，那以后就不要再犯这个错了。I see。那这一次的 CPI 为什么会高于预期呢？其实我们细看数字之后，我觉得有3个原因。第一个，这一次 CPI 的增长当中，有60%都是因为住宅的租金涨了所贡献的。那我们知道很多人会在 Christmas 或者新年的时候搬家，或者很多的租约也会在1月份调整的。那现在美国的经济很好，又有新的移民进入美国了，所以这个1月份租金就调整了，使到这一次的 CPI 看起来是比较高的。那这也带出了第2点，一般来说通胀是跟经济挂钩的。最新的经济出来，我们看到美国的经济增长是比预期的要高要好，所以好的 GDP 的增长也带来了通胀。那当然第3个还是中国和美国还在继续的脱钩。那这些生产搬到其他的地方之后，生产的成本
有所上升，也为美国带来了通胀。那你刚才说到了中国，我们来看一下中国的 CPI 很差很差，那是不是代表它的经济也是很差呢？那首先，中国的经济现在面临很大的挑战，这是不可否定的。中国的出口去年是下降了很多，而中国的内销也是疲弱，再加上之前投资过度，使到产能过剩。还有一点就是房价也继续在下跌，所以这导致了企业的老板和消费者都是信心不足，投资和消费都是疲弱。但是还有另外一点我们要看到的就是中国现在的电子商务的发展迅速，供应链的效应是大大的提升了。以前一件货要通过批发商、零售商，还要在店铺里面放很长的时间，店铺的成本很高，零售员又不是那么忙，但是也要发工资的。现在上电商平台下个订单，通过快递送到府上，省掉了许多的成本，而这些成本的降低也通过了电商的竞争转给了消费者。所以我们经常看到有100亿补贴啦，或者其他的促销啦，这个当然会使到价格跌下来，产生了这个通缩。那美国也有电子商务啊，那为什么美国没有通缩呢？其实美国的电子商务的发展是早在上一个世纪的90年代，当时正好是克林顿做总统的时候，美国的经济是非常的强劲。一般来说，经济的强劲会带来通胀，但是我们看到当时美国的通胀非常的低，也就是因为首先中国出口了大量的廉价的产品，第二也是美国的供应链效率提升了，把价格降低了，所以经济好，本来要把通胀弄高的，供应链的效率提升，对冲了这个通胀的压力，使到当时的美国通胀没有太高。那现在的中国是经济放缓，产能过剩，叠加这个供应链的效率提升，所以就感觉到通缩的压力了。那我看到如果中美之间的关系重新和好的话，美国那边的通胀和中国那边的通缩问题都会解决，这当然是最理想的。但是我们也要知道，今年是美国的竞选年，在竞选期间，候选人都会把针对中国作为他们打的一张牌，所以现实可能不是那么乐观。有人也在怕，假设特朗普再当选美国总统的话，会不会开展贸易战2.0呢？那我们也要小心有这个可能性。那收回我们最关心的股票，根据这个统计显示，在之前加息到降息的过程当中，一般会经历2次的调整之后才会大跌。那这一次也是一样吗？ Rich， 你这个推论有点问题哦。比如说，我跟你妈妈拍拖2年结婚，我的爸爸妈妈也是拍拖2年结婚，那是不是代表你也要跟你的女朋友拍拖2年才能结婚呢？那这个也要看情况啊，有可能是1年她就嫁给我了，有可能是5年，有可能这一辈子都不会嫁给我呀。所以你看到股票市场也是一样的，影响股票市场有多种因素，不仅仅是加息或者降息，不能说加息降息当中就会调整2次，过去几次都这样，所以这一次也是这样的。我们经常有说，过去不代表将来。I see。那当然，整个股票市场大盘调整其实是健康的，因为之前在涨到超买的时候，我们有一些获利离场的股票，现在回调了，特别是到了一些支持位的时候，又是我们买回来的好的机会了，所以我们还要密切留意起飞的行业。今年我们还是看好 AI 赋能的行业和这些行业里面的优秀的龙头股票。如果你还没有订阅我们的频道的话，请你们订阅，因为我们会将复杂的经济和投资理论简单化的讲解给你听，让你更容易的学习和吸收。那我们下期再见。